我明知妻子每晚都会跟白月光约会，可我对此却一点都不生气，因为我早已偷偷写好离婚协议。可不知情的老婆却还像以往一样，在孩子满月宴这天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我当众发怒。陆晨，信不信我立马将你赶出苏家？我轻笑一声，淡定地拿出离婚协议。信，正好我们离婚吧。5年期已满，我也该回归自己的生活了。老婆苏清秋瞬间瞪大眼睛盯着我，万万没想到我这个入赘了苏家5年的赘婿能说出这番话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要是现在给我道歉，我可以当你没说过这句话。其余的人也都用戏谑的眼神盯着我，众人都觉得我只是一时间不过脑子说了那句话。殊不知，若不是当初我为了报答苏老爷子的恩情，不得已才入赘苏家，这几年没有我在暗中帮助苏家渡过难关，可能苏家众人早就身死。我本就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过来的，可眼前这群人对此却是一无所知。苏清秋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害怕服软了，满脸得意地看着我。等什么呢？还不快点道歉！苏清秋，离婚协议你看一下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你赶紧签字吧。这小子脑子是不是有病？竟敢和身家100亿的苏总闹离婚，这不是明摆着不给苏总面子吗？这时一旁苏清秋的白月光也跟着附和：陆晨，你别不识抬举，不然惹急了青秋，真和你离婚了，你可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了。我和苏总离婚，你应该感谢我才是。我要是不离婚，你岂不是一直见不得光？话落，杜子轩彻底破防。陆晨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青秋一直爱的是我，你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。周围的人顿时都露出了惊讶之色。即便大家都听说过苏清秋和杜子轩的关系不一般，但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公开承认过。而在我的激将下，杜子轩现在说的这番话，等于彻底撕破了苏清秋的伪装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肯定会闹得满城风雨的。苏清秋终于忍不住，抬手就要打我，我直接抓住他的手腕，一把将他推开。差不多够了！你这个废物，竟然敢对我动手！这几年我在苏家的容忍，他习以为常，觉得我还会对他处处忍让，却不知道今日是我答应苏老爷子5年之期届满的日子，在苏家过着屈辱赘婿的日子，今天就要宣告结束。你敢欺负青秋，我和你没完！他抬起胳膊就要对我动手，却被我一脚踹倒在地。我正愁没理由收拾这家伙呢，他自己却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毕竟我已经忍他很久了。被我踹得倒在地上的杜子轩发出了惨叫声，苏清秋上前抱住杜子轩，两人一副情深意重的模样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看到杜子轩单手掐了一个手诀，别人可能看不懂，可我却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手诀。谁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之前还在好奇呢，为什么有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苏清秋动手？毕竟苏清秋是堂堂身家100亿的总裁，一般人根本接近不了他。加上我一直暗中保护苏清秋，可即便如此，苏清秋却还是好几次差点中了招。能对苏清秋做到这一点的，必定是苏清秋身边亲密接触的人。为此我还排查过苏清秋身边的人，但是并没有发现谁有嫌疑。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要对苏清秋下狠手的人，竟然会是他最爱的白月光杜子轩。我本想趁着杜子轩使阴招对我动手之际，顺手帮着苏清秋铲除祸害，可谁知我刚往前迈出一步，苏清秋就张开双手挡在了杜子轩的身前，一副要和我拼命的样子。陆晨，子轩是我最后的底线，你敢伤他，我要你付出代价！来人啊，给我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！瞬时就有3、5个安保人员冲上来将我围住。我听到这话，我心头一冷，原本还想着顺手救苏清秋一命，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。给我动手！话音落下，数名安保人员就要上来对我动手，而这时候杜子轩也想趁乱上前将我放倒。一帮人很快被我放倒，就在杜子轩想上前动手，却被一位老者给拦住。此刻围观的众人都不禁有些傻眼，没想到这个小子身手这么厉害。苏清秋此刻看向我的目光也逐渐变得陌生了起来。我拿着离婚协议朝着苏清秋走去之时，苏清秋下意识往后倒退了几步。你是不是发现我还会点拳脚功夫？很意外。他下意识点点头。苏总，你不用意外，我会的东西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。我将离婚协议递给苏清秋，苏清秋看了眼离婚协议，神色一凝。陆晨，就算要离婚，也是我苏清秋和你提离婚。无所谓，只要你签字离婚就成，就当是你提的。既然你要离婚，你1分钱都别想从我们苏家分走。你废话真多，离婚协议已经写好了，我净身出户，不需要你们苏家1分钱。苏清秋脸上意外地露出了不甘之色，当然，她的不甘并不是见我即将要离开她，而是离婚为什么不是她先提？为什么我没有苦苦求她不要和我离婚？好，既然你这么硬气，那我成全你，看看你离了我们苏家还怎么活。苏清秋拿起笔，快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拿到离婚协议，长出口气，终于解决了。苏清秋见我如此模样，脸上露出一丝阴狠之色，她将手中的离婚协议举起来。诸位，你们都是苏城的权贵豪门，现在我宣布，陆晨从此刻开始和我们苏家毫无瓜葛，往后你们要对他做任何事情都不用看我们苏家的面子，他的死活和
和我们苏家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苏青秋的话音刚落，就有人为了巴结苏家站出来要拿我出气。陆晨竟敢如此不给苏总面子，现在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纷纷响应，纷纷摩拳擦掌，虎视眈眈地看向我。与其花费心思算计我，还不如赶紧回家看看。你什么意思？今天你孩子的满月宴，你难道没发现你爸妈没有过来吗？苏青秋听了此话，神色一阵凛然，当即掏出手机给家里拨打电话。可很明显，电话没有接通。他双眼盯着我，语气着急了几分。陆晨，是不是你对我爸妈做了什么？你可不要冤枉我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苏青秋眉心又开始往外冒黑气，明显又是被人下了手段。苏青秋顿时也慌了神，带着杜子轩就朝着酒店外赶去。我看着苏青秋的背影，掐指算了算，这次没有我的庇护，苏家怕是要家破人亡了。苏青秋万万不会想到，他最爱的人竟会是害他全家的凶手。不过这一切也和我没关系了。怎料我刚走出酒店，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一些混混，这些人很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即使我再能打，恐怕也不是这些人的对手。为首的刀疤脸手中拎着一把刀子，眼神凶狠地盯着我。小子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有人让我们来废了你，今天你死定了！就在一帮人要对我动手之时，突然身后出现了数十辆豪车朝这边开过来。那不是咱们苏城真正的大佬秦总吗？围观群众大喊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秦总，刀疤脸话还没说完，却结实的挨了秦舒然一个嘴巴子，打得刀疤脸一脸蒙圈。下一秒，在众人震惊的眼神当中，秦舒然直接向我鞠了一躬：“陆师傅，是我来迟了，让您受委屈了。”围观的众人看到这一幕，一个个都是震惊无比，看向我的眼神像是看到了怪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苏家的赘婿吗？怎么秦总在他面前如此卑微？随后，秦舒然眼神冰冷的扫了一圈周围的人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若是谁还敢对陆师傅不敬，就是和我们秦家作对。我们秦家定然会和他不死不休的。”原本还打算对我动手的一帮混混，一个个都被吓得面色苍白。秦舒然忽然扫了一眼刀疤脸，问我：“陆师傅，这一群是什么人？”哦，刚才他们说要整死我。刀疤脸一听我这话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很快就跪了下来：“陆师傅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”我沉着声没有说话，秦舒然却已经明白我的意思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将这群碍事的家伙收拾了！刚才还嚣张无比的混混被保镖收拾后，秦舒然亲自给我开车门，邀请我上了豪车。秦总，这次多谢了。陆师傅，您这是哪里话？若不是你上次搭救，我们秦家都要被阴险小人害死。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啊！我们秦家无以为报。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。陆师傅，我刚才听说你已经和苏家女儿离婚，那从此以后，你和苏家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？需不需要我收拾苏家？我知道，自从我上次救了秦家以后，秦舒然一直对我有好感，好几次他都劝我离开苏家，他们秦家愿意帮我，可都被我拒绝了。他也知道我在苏家受过很大委屈，所以才想帮我对付苏家。不用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打电话来求我。谁知话音刚落，苏青秋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扫了一眼，直接挂断。电话接着又打了过来，秦舒然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什么。秦总，在这边折腾了一下午了，现在天都快要黑了，连饭都没有吃上。秦舒然是一个聪明人，一听这话当即明白我的意思。陆师傅，我这边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晚宴。吃饭的时候，苏青秋的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，我看了眼秦舒然复杂的表情，最终还是接通了电话。但是听到对面的声音后，我彻底不淡定了。陆晨，我不管你现在哪里，赶紧给我回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威胁陆师傅，我马上就让苏家付出代价。秦舒然是行动派，说着话就要安排人。我扫了一眼秦舒然，示意他不要着急。好，我马上到你家。我挂了电话，秦舒然对我说道：“陆师傅，你根本就不用怕他，以我们秦家的实力收拾苏家，绝对不是什么问题的。”秦总，你想不想知道之前差点害得你们家破人亡的凶手是谁？秦舒然一听此话，双眼都放亮了几分，立即点头：“我想知道，陆师傅。”那行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凶手。秦舒然一听此话，明显整个人都激动了几分。这些日子我知道秦舒然一直在寻找凶手的下落，可却一直没有找到。他当即吩咐了手下的人备好车出发。我们坐上车，秦舒然问我目的地是哪里。苏家。难道想害我们全家的是苏家的人吗？不是，但现在凶手就在苏家。好，陆师傅，不管凶手是什么人，我都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们到达苏家别墅后，竟发现苏家的院子的大门竟是敞开的，气氛十分诡异。陆师傅，这里面为什么如此冷啊？我朝着屋内扫了一眼，此时别墅内亮着灯，不算明亮，给人一种阴气森森的感觉。很简单，这里别人设下了一个阵法。一行人听后顿时忍不住面色一变。有人设下阵法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？放心，不会的。我继续往前走去，就在这时，苏青秋忽然从别墅走出。苏青秋满脸泪痕，一副很伤心的样子。陆晨，
没想到你还真敢来，以还我父母的命来！苏青秋冲到我身前就想对我动手，却很快被秦舒然的保镖给拦住。陆晨，你这个爱千刀的，我要你付出代价！此时苏青秋身上还覆盖着一层黑气，双眼也有些迷茫，很明显就是一副被控制的模样，或者说是中了术法。看着他陷入如此境地，我忍不住叹息一声。当初若不是我在苏家待了5年，苏家的人早就被杜子轩和那老头给害得彻底家破人亡。现在他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，全部仰仗我。我抬手掐诀，一记术法打在了苏青秋的眉心上。原本还情绪激动的苏青秋，轰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，昏死了过去，身上凝聚的黑气也正在快速的溃散。我抬头朝着别墅内看去，别墅内的阴气更重。我都来了，你们就没必要装神弄鬼了吧？我就说，这苏家全家人怎么还没死？感情就是你在捣乱，害我们白白浪费了几年时间。这一道声音传来，光是听着就给人一种无比阴森的感觉。里面说话的人就是想害死你全家的人。陆师傅，求你一定要帮我报仇，我们秦家保证世代供奉你陆师傅。这都是小事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别墅内忽然吹来一阵阴风，不多时2道身影现身，其中一道就是杜子轩，还有一个就是杜子轩身边的老者。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杜子轩的身手比身边的老者差得远。这一切估计都是这老东西在背后谋划。师傅，秦家的人也来了，正好我们今日将秦家的人也一块收拾了，到时候秦家的钱也都是我们的了。好。杜子轩目光落到秦舒然身上，没想到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找死，之前对你们秦家动手，就让你们侥幸逃脱了，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秦舒然听到这话，脸上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估计也是明白了眼前的2人就是害他们秦家差点家破人亡的凶手。今日有陆师傅在，谁死还不一定呢。我往前挪动了几步，杜子轩和老头目光都落到我身上。师傅，我先去把他给收拾了。老头点点头，一副旁边看好戏的样子。杜子轩走到了我近前，眼神阴毒的盯着我，他身上摸出一个瓶子来。陆晨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他默念咒语，很快将瓶子里的东西释放出来，顿时一阵阴风怒吼，里面钻出一些阿飘。我抬手几道符咒出现，默念咒语后将他释放出的阿飘给击溃，接着默念5雷咒法，几道闪电直接从天而降，落到了杜子轩身上。杜子轩被劈得惨叫连连，倒在地上。你真不是人啊！苏青秋这人虽然不怎么样，但对你也算真心实意，你竟然连他的命都想要。都是他自愿的，是他自己倒贴上来的，怪得了谁？我朝着苏青秋看了眼，他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杜子轩，你真是狼心狗肺啊！你不仅要害我，我爸妈也都被你害死了。他们该死，还有你苏青秋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挺开心的吗？苏青秋气得面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又昏死了过去。师傅，快救救我！子轩，你太让师傅失望了。杜子轩一听这话就慌了，师傅，你可不能不管我。随着杜子轩喊着，我很快一脚踩在了杜子轩的胸口上，杜子轩也很快昏死了过去。你这人也真是阴险毒辣，连自己的徒弟都不救吗？一个没用的废物而已，救不救有什么关系？倒是你，我觉得你有几分本事，不然你拜我为师，日后我们俩联手，这苏家和秦家的财富可都是我们的了。旁边的秦舒然一听此话，顿时就慌了几分，赶紧说道：陆师傅，你千万不要被这老头给蛊惑，我们秦家的钱就是你的钱。放心，秦总，我做人是有底线的。秦舒然听了此话，面色缓和了几分。老东西，就你这副模样，好意思当我师傅，你也配？小子，给你路了，你不走，那就别怪我送你和他们一块上路。老头话音落下，很快启动了聚阴阵，四周顿时就起了一阵黑气，黑气遮天蔽日的覆盖下来，将四周的环境都给遮蔽，让人看不清楚眼前的情况。不多时，耳边就响起一道惊慌的呼救声：“救我！救救我！求你救救我，陆师傅！”呼救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诸如此类的声音不断的响起。诸位不要慌，这都是幻境，四周的东西都是假的，跟着我念静心咒。此时四周出现各种诡异的身影，的确有些吓人。我开始带着他们念尽心神咒，我正念着，忽然一道巨大的身影朝着我走来。这一道黑影带着无尽的怨气，我默念咒语后，使用金光术，转瞬间将这一道黑影给彻底击得溃散。伴随着这一道巨大的黑影溃散后，我身形挪动，抬手朝着黑气当中一抓，老头就被我拎了出来。我快速在老头身上下了一道静置咒，驱动静置后，老头倒在地上发出凄厉惨叫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配知道。我动手将老头和杜子轩的手脚给废了，免得他们继续害人。等这边的事情结束后，我让秦舒然联系了相关部门，将老头和杜子轩抓走了。这里有监控，他们也都承认了害死苏青秋爸妈的事情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审判。而苏青秋苏醒后，满脸的懊悔之色，求着我留下。陆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知道杜子轩是这样的人，我是被他蒙蔽了双眼，你原谅我，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？ 5年来，我曾无数次在他被误解、
被针对时挡在他身前，换来的却是他的冷眼和嫌弃。心死了，就再也热不起来了。苏清秋，杜子轩用的是最低劣的手段。若你对我有一丝信任，若你哪怕有一刻把我当做你的丈夫，你都不会陷得这么深。你苏家的门，我陆晨这辈子都不会再进半步。不，陆晨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苏家现在的烂摊子谁来收拾？刚才那个老道士说的阵法，阵法已破，苏家暂时安全，但苏家的运势这5年来全靠我用精血暗中维系。如今我离开，苏家能走多远，全看你们自己的造化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绝望的眼神，转身看向早已在一旁等候多时的秦舒然。秦总，走吧，这里空气太浊，我闻着恶心。秦舒然立刻上前，像个小迷妹一样恭敬地为我引路。陆先生，车已经备好了，去我的私人庄园，那里清静。随着豪车轰鸣声远去，只留下苏清秋一人瘫坐在冷风瑟瑟的别墅院内，对着空荡的大门失声痛哭。车内，秦舒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。陆先生，刚才您那一手雷法简直太神了，我以前只在传说中听过，没想到世间真有这般神通。陆先生，既然您已经恢复自由身，不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如果您不嫌弃，秦氏集团有一个首席特别顾问的职位空缺，年薪您随便开，只求您偶尔指点一二。我睁开眼看了秦舒然一眼，这个女人很聪明，她知道与其给钱，不如把我和秦家绑在一条船上。顾问就不必了，我不喜欢被束缚。秦舒然眼中闪过一丝失落，但我紧接着说道：“不过我确实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修炼几日，另外帮我准备一些药材。”没问题，我名下有一套位于云顶山的别墅，是整个苏城灵气最好的地方，平常都没人住，这就转到您名下。药材您尽管列单子，就算是天山雪莲，我也给您弄来。我点点头，没再拒绝。这5年为了护住苏家，我的修为确实损耗不少，如今也是时候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。车子驶入云顶山庄，这里俯瞰整个苏城，云雾缭绕。下车时，我突然叫住秦舒然：“那杜子轩的师傅身上有没有带着一块黑色的木牌？”秦舒然一愣，回忆道：“保镖搜身的时候，确实在他怀里发现了一块刻着骷髅头的木牌，还在警局扣押着。想办法拿回来给我，那东西不好，留在普通人手里会出问题。”看着手中那块秦舒然取回来的黑色木牌，眉头微皱。这木牌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，背面刻着2个古砖字“血煞”，果然是血煞宗的余孽。我眼神一冷，5年前我因为执行任务身受重伤，苏老爷子偶然救了我一命，我才许下承诺入赘苏家5年。而当年打伤我的人，使用的招数与那老道士如出一辙。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那个老道士仅仅是个外门执事，真正的幕后黑手还在暗处。就在这时，秦舒然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2个助理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。陆先生，没打扰您清修吧？秦舒然依然恭敬，但神色中带着几分焦急。出什么事了？是苏家快破产了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还有一件事，今晚苏城有一个鉴宝大会，汇聚了全省的豪门望族，有人放出风声，说有一株1000年的龙血草要拍卖，我想着您可能需要，就帮您拿了一张邀请函。龙血草，我眼中金光一闪，这是炼制筑基丹的主药，在这个灵气稀薄的时代极其罕见。好，今晚我去看看。我心里明白，龙血草如此罕见的宝物出现，血煞宗一定不会袖手旁观。我倒要看看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血煞宗，我来了。苏城的5星级酒店金碧辉煌，秦舒然挽着我的胳膊入场，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作为苏城第一美女总裁，她向来是焦点的中心，而此刻她竟然如此亲密地挽着一个生面孔，引得众人议论纷纷。那男的是谁啊？秦总的新欢，看着眼熟。哎，那不是苏家那个赘婿陆晨吗？就是他。听说刚被苏总赶出家门，怎么一转眼就攀上秦家的高枝了？周围的嘲讽声不绝于耳。秦舒然脸色一沉，刚要发作，被我按住了手背。狮子不会因为狗笑而回头。我们落座后，拍卖会很快开始。前面几件古董字画我都不感兴趣，直到压轴的龙血草被端上来，哪怕隔着玻璃盒子，我都能感受到里面蓬勃的生命力。起拍价500万。主持人喊道：“600万、800万！”价格一路飙升，2000万。我不紧不慢地举牌，全场瞬间安静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更大的议论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：“3000万，这草我要了，我看谁敢跟我争！”只见一个穿着花衬衫、满脸嚣张的年轻男子站了起来，轻蔑地看向我这边。秦舒然低声道：“陆先生，这是省城来的赵家大少爷赵泰，赵家是武道世家，势力很大，不好惹。”我看了那赵泰一眼，淡淡举牌：“4000万。”赵泰脸色一变，狠狠拍了一下桌子。赵泰带着几个保镖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好小子，有种竟然敢不给我赵泰面子！就在这时，秦舒然突然挡在我面前。赵公子，你想怎么样？赵泰笑着伸手要去摸秦舒然的脸。秦总，不如你跟了我保你秦家在省城。赵泰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一巴掌扇倒在地。接着，我拿出手帕擦了擦手。你的嘴太臭，该洗洗了。给我废了他！4名保镖瞬间气势爆发，向我冲来。秦舒然吓得脸色苍白，下意识挡在我身前。别伤陆先生！我心中微动，这女人倒是有情有义。我抬起手，轻描淡写的往前一点，定。
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那气势汹汹的保镖，整个人僵硬的如同雕塑，无论怎么用力都纹丝不动。紧接着，我随手一挥，一股无形的气浪轰然炸开，砰砰砰砰，4个彪形大汉如同断了线的风筝，齐齐摔出10几米远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极度的惊恐。我缓缓走到赵太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还要打断我的腿吗？赵太此刻早已吓破了胆，出身武道世家的他，自然一眼看得出来，刚才那是传说中的真气外放，那是宗师级的人物才能做到的。不，我不敢了，宗师饶命，宗师饶命啊！赵太顾不得身上的疼痛，跪在地上疯狂磕头。我也不想和这种人计较，带着秦舒然转身离开。此时我心中豁然开朗，我终于不用再伪装，接下来的人生，我要活出自我。